1976年初夏，河南安阳小屯村天空中飘着沉闷的阴云，一支考古队正站在宫殿区的边缘，周围是几十个已经挖开的视觉坑。队员们的情绪普遍有些低落，因为在过去几十年间，这片土地已经被翻过了无数次。探铲打下去，上层全都是被破坏的杂土，许多人劝领队收工，别再浪费经费了。但47岁的女领队郑振香执意要再打下一铲。就在探铲深入到地下5公尺的瞬间，钻头带上了一抹异样的鲜红，那是漆器残片，底下有东西。现场所有人的神经瞬间紧绷起来。探铲继续向下发掘，6公尺、7公尺，黑色的地下水开始涌出。当抽水机隆隆作响，抽干泥浆后，钻头硬生生撞击在了坚硬的古木板上。这是一座埋藏在地下7公尺深的木椁墓室，而且完全没有盗洞。在安阳这片被盗墓贼狂轰滥炸了几百年的土地上，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奇迹。随后的抢救性发掘让整个考古界为之震动。虽然墓室空间不大，长只有 5.6 公尺，宽4米出头，但里面的陪葬品挤得严丝合缝。一件件带着青绿色锈斑的青铜重器被接连吊出墓坑。清理工作进行到最核心的区域时，一把体积巨大的青铜重器让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把长约近40公分、重达9公斤的青铜大钺，钺面两侧精雕着双虎扑石的凶猛纹饰，气势凌人，刃口宽达30多公分。在3000年前的商代，钺绝对不是普通士兵拿来砍杀的兵器，它是军权与王权的至高符号。谁拥有钺，谁就拥有发动战争、斩首敌人的决断权。9公斤的重量，即便是现代健美运动员单手挥舞都极其吃力，更何况是在古战场上厮杀。然而，当考古学家对墓主人遗骸进行鉴定时，一个轰动全球的真相诞生了。这座拥有极致军权与无尽财宝的王室大墓，墓主人居然是一位女性。欢迎回到暗史档案，今天我们就来揭开商朝唯一没被盗过的王室大墓，以及那位被史书抹去的3000年前女战神。要明白这座墓有多不可思议，我们必须先看看商朝亡灵的宿命。在环河北岸的侯家庄亡灵区埋葬驻商朝10多位至高无上的商王，这些亡灵规模极其宏大，墓室动辄深达10几公尺，入口有长长的墓道延伸而出。但标签太明显，也成了亡灵致命的弱点。从周朝灭商开始，到战国、汉代，再到近现代，盗墓贼像猎犬一样洗劫了每一座商王大墓。考古队后来发掘亡灵区时，发现所有的亡灵全都被搬空了，甚至连墓主人的骨骸都被踩碎抛弃。那么，妇好墓到底凭什么能在1000多年的浩劫中完美幸存？答案只有4个字：打破常规。按照商代的宗法礼制，王后死后必须葬在环河北岸的亡灵区内。但妇好的丈夫商王武丁却破坏了这项几百年的祖制。因为太过深爱妻子，武丁不忍心把妇好葬在遥远寒冷的野外亡灵，他下令将妇好的墓穴直接开凿在自己每天生活办公的宫殿宗庙区花园内。墓顶上方，武丁还专门修筑了一座享堂建筑，以便他抬头就能看见妻子的安息之所。历代盗墓贼都以为亡灵都在河对岸，谁能想到商王会把最无价的宝库藏在自己的脚底下。后来西周灭商，殷都宫殿被焚毁废弃，建筑崩塌的厚厚土层正好成了妇好墓最强大的天然屏障。整整3000年，这座宝库在宫殿废墟下静静沉睡，避开了无数劫难。当1976年清理完毕时，随葬品的数量震惊了整个考古界。青铜器多达468件，玉器755件，骨器564件。
甚至还有近7000枚来自东海的天然海贝，那是当时商朝的流通货币。在青铜器中，有一对重达100多公斤的司母辛大方鼎，器形雄浑沉稳。还有一对造型极其神采飞扬的妇好萧尊，将猫头鹰威猛的神态刻画得栩栩如生。除了冰冷的珍宝，墓坑底部的恐怖发现更展现了商代原始残酷的一面。墓室四周发现了16名殉葬者的遗骸，以及6条随葬的猎犬。这些殉葬者大多是年轻女性与童仆，被杀害后陪伴主人走向另一个世界。如此顶级的葬制与规格，让所有学者都在追问，这位妇好究竟是何许人也？答案其实早在晚清时期的《一帖中药》里就已经露出了端倪。1899年，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派人到北京中药铺抓药。药方里有一味叫龙骨的药材，其实就是农民从地里挖出来的古动物化石。中药铺把龙骨碾碎成粉末卖给病人止泻。如果不是王懿荣精通金石学，历史将被彻底吃掉。王懿荣在尚未研碎的龙骨上惊喜地看到了人工刻画的古老符号，这些符号就是中国已知最早的成熟文字甲骨文。经过几代学者几十年的破译，10多万片甲骨卜辞逐渐被读懂。学者们震撼地发现，妇好这个名字在甲骨卜辞中出现了整整200多次。随着卜辞内容的解密，一个远比神话更加震撼的3000年前女战神形象破土而出。当时的商朝西北边境，强敌环伺、土方、八方、羌方等部族频繁南下劫掠，边境告急的奏报一次次送到殷都，商王武丁屡屡派兵征讨，却收效甚微。危急关头，王后妇好挺身而出，主动请缨率军出征。武丁起初非常犹豫，特意进行了占卜，让妇好带兵去打土方，神明会保佑吉利吗？获得神明大吉的指示后，妇好正式接过兵权，披坚执锐奔赴前线。在征讨羌方的战役中，卜辞记载，妇好一次性统帅了13000名精锐大军。13000人，在青铜时代，这相当于商朝全国总兵力的1/3。这是目前所见所有甲骨文记载中商代规模最浩大的一支征伐军队。妇好身先士卒，挥舞着重兵器，在西北战场打得敌军溃不成军。更让人赞叹的是他的战术智慧，在对西南八方的战役中，妇好打出了一场经典战例。他建议武丁由商王率主力部队从正面发起猛攻，逼迫敌军退却，而妇好则亲自率领精锐伏兵，悄悄绕到敌军退路两侧的山谷中埋伏。当败退的八方军队进入峡谷时，妇好一声令下，伏兵四起，将敌军包了饺子。这是中国军事史上有文字记录的最早关隘伏击战。南北几千里的边患被妇好一扫而空，为武丁中兴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石。妇好不仅是驰骋战场的大将军，在商朝的宗教政治中，他还拥有极高地位。当十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他同时兼任商朝的最高女祭司，主持国家祭祀，沟通祖先神灵，甚至主持执行战俘的人生处刑都由他一手掌握。他拥有自己的独立封地，有独立的行政团队与私人武装，财力极其雄厚。在商王武丁眼中，妇好绝非附庸，而是能并肩治国的亲密战友与挚爱。甲骨上记录了武丁对妇好无微不至的深情问候。当妇好出征在外的日子里，武丁几乎隔三差五就要拿骨头去问神：妇好身体安好吗？妇好的骨折好些了吗？妇好的牙痛止住了没有？当妇好怀孕临盆时，武丁更是一直守在卜坛前占卜吉凶。占卜妇好生育顺利吗？如果在丁日分娩，会是大吉吗？这种发自内心的关怀与牵挂，被3000年前的骨头永远地保存了下来。然而，这段伟大的传奇
却在妇好30多岁的黄金年华画上了句点。甲骨文里没有记载他的具体死因，学者推测可能是常年征战累积的战伤复发，或是难产。妇好的离世给商王武丁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武丁无法接受妻子的离开，他抗拒将妇好远葬到寒冷的野外亡灵。他力排众议，把妇好葬在宫殿地基旁，葬在他每天工作开会时推开窗户就能看见的地方。他下令将商朝最顶级的青铜礼器、天下搜刮来的精美玉器以及海贝货币全部填入墓穴。妇好死后，武丁对他的思念并未随时间淡去。每当国家遇到灾荒或重大变故，武丁都会率领百官来到妇好的享堂前举行隆重祭祀。他占卜问神：妇好的灵魂在天之灵还在庇佑我们的国家吗？甚至武丁因为担心妇好在阴间孤单无依，受人欺负，还为他举办了3次冥婚。他将妇好的灵魂许配给商朝早已过世的3位最伟大的先王大乙、大甲、祖乙。在武丁看来，只有祖宗的神灵才能在另一个世界代替自己，保护好他心爱的妻子。正是这份超越生死的帝王深情，造就了3000年后的考古奇迹。然而，最讽刺的是后世历史对这位伟大女性的态度。随着商朝灭亡，西周建立了严格的宗法礼制与男权社会，女子不得干政，妇人无兵权成为了不可逾越的铁律。后世的史官们在编撰史书时，无法接受3000年前曾有一位女人统帅全国军队的事实。于是司马迁写《史记》《尹本纪》，记录了武丁中兴，记录了百公诸侯，却对妇好只字未提。他的伟大功绩，他的血色传奇，被后世史书选择性的彻底抹去，封印了3000年。但历史最终展现了他绝妙的公平。那些纸质史书会腐烂，史官的笔会偏颇，但刻在骨头上的文字不会，埋在地下的青铜器不会。妇好不需要后世男权史官的施舍与记录，他自己下令刻在甲骨上的200条卜辞和那座摆满杀戮重器的大墓，就是他留给世界最硬核的自传。今天，当我们伫立在国家博物馆，看着那把重达9公斤的青铜大钺时，请记住，在3000年前的黄河之滨，曾有过这样一位女性。她打破了性别的枷锁，手握兵权，率领万人远征。她是最高祭司，也是帝王一生挚爱。她的故事跨越了3000年的风沙，依然在青铜器上熠熠生辉。如果妇好这段被岁月尘封的传奇故事也深深震撼了你，请顺手按个赞，并订阅我们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你的每一次支持都是我们继续深入历史废墟，挖出下一个真相最大的动力。我们下期再见。